第14章，皆财神空有所期，新年旧归，都喜神方，爆竹声中，满口好话，爱丽园中。新年景象，新征开诊，气象一新，阅人既多。深信因果，发财奖券，全是骗局，必至多变。银元不变，新年旧归，都喜神方。谢年完毕之后，我就要为明年开诊的事拟定计划。从前初1到初4，各行各业都休假，我也不能免俗，准备跟着在初5，俗称财神日开诊。但是我想到，因为停诊的日子太久，重新开诊，业务可能今非昔比，所以心中不免好像压着一块石头，有些惴惴不安。从前的人对于大除夕和新政别有一番热闹情况，我鼓起兴致，在除夕之前买了全副锣鼓，这是当时上海人家的习俗，要希望来年发达，一定要在大除夕晚上，全家人打年锣鼓，一副锣鼓好得很，有大锣、闹钹、小锣、堂鼓等，代价不过10元。到了大除夕晚上，吃过团年饭了之后，全家便个值一样乐器打起来了，打的调子简单得很，大家一学就会，但是欢乐的气氛却增加了许多。打年锣鼓的调子无非是咚咚、齐齐、齐齐、旺旺旺、齐东旺、齐东旺。家家户户一边这样打，一边放爆竹，高声花筒，砰砰砰砰，洋洋盈耳。年晚最重要的事就是祭祖，预先课堂中悬挂起3代祖宗的传真画像，这种画像是手绘的，俗称真。祭祖时名为拜真，这是传统的祭典，届时一家老少都换上新衣，寻次叩头跪拜。我因为初4给4伯父，名为肩挑子，俗称2房合一子，所以在自己家中祭过祖之后，还要到4府家中叩头。那时节是我自己开着一辆奥博尔小汽车，许多孩子们不问情由挤上了我的车，口口声声说要我带他们都喜神方。所谓喜神方，意思就是要兜着去迎接喜神，这也是上海人在除夕夜的一个大节目，你兜我也兜，多数是安不当车的，所以在南市坐着汽车兜风是很少见的。我到了4府家中，祭祖的真桌已经安排好，我穿了皮袍子和马褂，向真桌的祖先叩了3个头。4府说：“阿元，你的一件皮毛是长毛的狐蠶，价值很贵，要100多块钱，穿了这种袍子开汽车，未免太可惜，你要时时留神，不要把袍子压住。”我说：“不会的。”车上的小孩子已经闹得乱哄哄。4府说：“你快去吧，今年的喜神方在西南方，你照我的话去兜，最好早些回家。”我就开着车子，带一车小孩子出了老西门。这时已是深夜12时，我为了使孩子们高兴一些，先到法租界大世界游戏场，再到英租界大马路保安司徒庙，俗称红庙，但是未到庙门，路上已经挤到水泄不通。庙门口挤着无数莺莺燕燕，都是昌门女子，因为他们的风气一定要在大除夕未天亮之前抢着烧头香的。我只得泊好车，拖带着一群孩子，在对面无间光明相馆门口遥望。那时我还见到上海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瞎子算命先生吴瞎子，他戴上一副黑眼镜，在课桌前念念有词的为人起课算命，里面等着的人挤得很。那时算一个命要银元1块2角，他只是屈着指头，不断地念着子丑寅卯，忽然若有所得，3言2语的就算好了。他的后面有4个道士，叮叮当当百音交奏，做着功课，
孩子们对这种事情看了全无兴趣，吵着要叫我带他们到新世界去。但是其实马路上人如潮涌，泊车不易，我一路小心翼翼，怕弄出事来，就把孩子们带回南市。这时孩子们在车中都已沉沉欲睡了。母亲在岁晚午夜有一个习惯叫做守岁，在这夜是不睡觉的，家中焚着1斤檀香，10至2元，算是极贵的。我们到达家中，红烛高烧，他老人家还在叩头礼拜，名为烧天香。我的太太在做馄饨，名为发财馄饨。油炸的是金元宝，汤煮的是银元宝。房中也点着云香炉和守岁烛，门窗上贴着我母亲亲手剪的红纸，剪出招财进宝、子孙万代许多花饰。这时已接近天亮，我倦得很，向母亲辞了岁，入房便睡。爆竹声中，满口好话，就是江南文人。在元旦的清晨，桌上安排好文房四宝，洗漱之后换上新衣，走进书房，用云石砚，手持白鸡1枚，吊水墨着朱砂开笔，在笺纸上写元旦试笔，万事亨通8个字，贴在书桌之前，这是新年动笔的规例。这时仆人端上1碗元宝茶，所谓元宝茶，就是在盖碗茶上面放着2颗橄榄，口中还要说：“少爷，望能今年多赚点元宝。”接着又端出4盘点心，1盘茶叶蛋，称作元宝满盘；1盘是馄饨，称之为银元宝；1盘是春卷，叫做黄金万两；还有1盘是年糕，叫做步步高升。总之，在新年中，老老少少一言一动都要讨一个好口彩。